有缘人，你的身边是否有一些让你感到不满的人？你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人际交往中，无论是与亲人、朋友还是同事相处，难免会遇到让自己不满的情况。当我们遭遇这样的状况时，常常会被情绪左右，难以冷静处理，可能都是源于你的投射。投射乍听起来是一个专业又晦涩的术语，实际上它在生活中非常常见。你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有个人不停地说话，在你打断了他时，他指责你很无理，觉得你不想听他说话。工作中对于某个方案，你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个同事指责你总是想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实际上你大部分时间都倾向于同意他的想法。上司说你没有用心工作，总是摸鱼，实际上他才是提早离开办公室，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上述的3个场景，其实都是对方将他的不良想法、欲望和行为，通过投射甩锅到其他人身上。投射是一种潜意识的防御机制，会阻碍人们的交流，破坏人际关系，损害自我成长。那么，为什么人们需要投射？如何处理自己及他人的投射？人际关系中的投射。防御机制。投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个人下意识地否认自身不良的思绪、动机、欲望或情感，而将责任推卸给外界以及他人。防御，顾名思义，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保护人们免受焦虑、自尊威胁的影响。防御性行为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方的错误上，使自己不必直面自己错误引发的羞耻感。通过投射防御机制，一个人将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心理行为特征推测为在他人身上也同样存在，自己有某种不好的想法或恶习，就推测别人也有这种想法或恶习。通过把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性格、态度、欲望转移到别人身上，指责别人性格恶劣、态度不当，把别人作为自己的替罪羊，从而逃避责任。举例来说，一个人失败后，没有自我反思，反而去指责其他人造成自己的失败，通过转移责任，否认了自己的不负责任或疏忽。有些不良少年内心比较自卑，路人无意中看他一眼，他就认为路人看不起他，把自卑投射到了路人身上，然后动手打人。通过推卸责任，他避免了直面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个事实。投射防御机制可能会在短期内让人们感觉良好，保持乐观，但从长远来看，它会损害人际关系、个人幸福感和决策能力。它就像我们为了缓解疼痛而服用止疼药，可以暂时减轻疼痛，但无助于伤口的真正愈合。我们为时魔会投射，投射通常是在童年时期学习的，本质上是一种童年防御，无意识地用于缓解童年时的脆弱感。许多人在成年后，身体成熟了，情感却未成熟，
无法以真实的方式感知他人和我们自己。情感上从未长大的成年人，便将投射延续了下去。儿童在没有形成心理理论之前，大概4岁之前，无法区分他人的反应和自己的反应，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慢慢可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能说出如果我是某某我会怎么做这样的话，知道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能理解他人的动机。此时儿童便开始拥有了投射的能力。负责自我控制的额叶脑区还没有发展成熟时，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看护人的指导，并把父母的评价当作权威。当父母失去耐心，对儿童大吼大叫时，儿童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错。即使作为慈爱的父母，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恐惧、偏见、信仰、失望和期望投射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将自己未解决的问题强加给孩子，这对他们有害。这种有害的权威投射成为了孩子身份的一部分。孩子们将父母的投射内化，然后学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同龄人身上，类似于欺凌的父母生出欺凌的孩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责备，与朋友玩责备游戏。当父母询问是哪个孩子挑起争斗时，孩子们都会说，不是我，是他先动手的。一般来说，儿童和成人都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有错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还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承认错误。对他们来说，投射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受内心深处痛苦的方式。例如，感觉不被爱、不受欢迎或者不被看到，这些消极的感受都通过投射锁在了防御堡垒的后面。他们通过使用投射保护了自己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将坏行为与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坏人区分开来，因此责备他人、转移责任成了他们保护脆弱、自我免受无法处理的情绪冲击的方式。投射对亲密关系的危害，有些夫妻生活久了之后，会抱怨彼此之间缺乏沟通，而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重大不满，主要都是由投射引起的。举例来说，有个丈夫指责妻子自私，因为她总是花时间去跳舞、和朋友聚会，实际上是丈夫自己想花时间打游戏，不想做家务。他对自我照顾和逃避责任有着强烈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是自私的，所以把自私甩锅到妻子身上，怨恨妻子花时间提升自己。再举例来说，有个妻子被丈夫之外的某个男士所吸引，但是她不愿意承认。然后某次聊天时，她指责丈夫不忠。实际上，不忠的欲望存在于妻子的内心，但将它投射到了丈夫身上。发展良好的沟通技巧并不能解决沟通困境。归根结底，正是投射的心理防御，
破坏了我们以坦率、诚实的方式与伴侣交谈的能力，将我们自身的不良想法、品质投射到他人身上，尤其是亲密伴侣身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我们自我意识的发展，并削弱我们与他人真诚联系的能力。投射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受害者，使我们无法意识到自我认知是一个选择问题。伴侣和自己都有心理创伤时，请问问自己，你们是否都在向对方投射你们俩都没有单独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们为同样的事情不停地争吵，很可能你们都不会感到被对方欣赏、理解或尊重。每个人都会用投射防御机制保护自己，来防止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不要为自己使用投射防御机制而过度自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投射作为与他人情感联系的机会，作为自我成长的机会。当你试图将自己的感受、想法、所说或所做的事情归咎于伴侣，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在通过投射进行责任转移。此时你会有非常强烈的责备冲动。你可以通过以下3个步骤来处理自己的投射。1、自我反省。每次被伴侣激怒，想要责备对方时，花点时间看看你身上是否有和对方相同的问题，诚实地面对并反思自己，就会看到自己在想要责备他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你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问题时，评判并指责他人的想法就会减弱。2、避免评判。当你被激怒时，保持觉知，避免在生气时说话或采取行动。生气却不说出来，确实会让自己感觉不舒服。但需要记住的是，你指责或改变伴侣的想法越强烈，你自身的情感创伤就会越深。3、减轻压力。我们的压力水平越高，拥有的情感资源就越少。在压力时期，我们更有可能进行投射。因此，当处于压力之下时，请保持警惕，通过练习正念来主动减轻压力。当他人把自身的问题投射到你身上时，你可能会受到无端的指责，并觉得对方不可理喻。这时候就感觉对方是在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你可能会想为自己辩护并证明自己的无辜。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做以下2件事。在这里我用伴侣为例。1、避免被卷入。你需要对伴侣说，这感觉好像与我无关，避免被卷入其中。你要对自己有同情心，不要承担别人的攻击。2、不要解释、辩护、争论、教导、分析、反击或批评。一旦你开始跟对方争论，整件事的焦点就转移了，你自己就可能会在争论中受到牵连。你需要做的就是永远将话题焦点放在对方身上，比如对他们的痛苦表达同理心，并提出能够提升对方意识的问题。你过去有过这种感觉吗？我知道你被激怒了，我在这里陪着你。不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负责。
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步骤来提高任何一段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和亲密感。希望我们都可以超越投射，对自己和他人有一个清晰、富有同情心的理解。除了投射，我们也可以在不满他人时，先问问自己，我是否依赖他生活？如果一个人只是偶尔让你感到不快，那么这种不满情绪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如果一个人经常让你感到不快，甚至让你愤怒，那么你就需要思考这段关系是否还有继续的必要。判断的标准就是你是否依赖他生活。比如在过年时，你遇到了一个亲戚，他说的很多话都让人感到恶心，毫无尊重可言，那么该如何处理呢？反驳他，让他知道你并非好欺负，然后拉黑他，因为你不依赖他生活，所以无需忍受他的无理。你需要思考，我和他的关系是否无法割裂？如果让你不满的是一个普通朋友或者陌生人，你可以选择不见他，或者尽量减少和他的接触。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或者伴侣，那么你就需要从长计议，看看是否能够调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有些人与自己的家人或伴侣长期关系紧张，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无法避免接触，这时候仅仅通过生闷气或者争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你需要找到不满的根源，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会有不和谐的时候。对于那些必须相处的人，你需要努力解决问题，而对于那些可以回避的人，你则可以选择回避，这样做会更加明智。最后，你需要弄清楚，不满的原因究竟是谁造成的。有时候，不满的原因是对方造成的，例如他犯了错误。但有时候，不满的原因只是因为双方的立场和利益不同，并不是对错的问题。还有的时候，不满的原因只是个人的解读问题，是由于个人的思维偏见导致的。例如，一个男人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发脾气，他感到很生气，认为妻子在无理取闹。但是如果他回顾一下过去，可能是因为他从不做家务，导致妻子过于劳累，产生了怨气。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因此找到问题的根源是最重要的。如果此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我会冷静思考。最后再给大家分享4个技巧，以及在面对不满时如何运用这些技巧，做到心平气和、理性处理，从而赢得人际交往的胜利。第1句话，面对不完美，请学会欣赏。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可能会对同事的工作效率不满意，觉得他们总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当我们对某个人感到不满的时候，不妨试着换个角度去看待他们，回想一下他们的优点和闪光点是什么，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是否值得肯定和赞赏，学会欣赏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放大他们的优点，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也会使对方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第二句话，面对小的不同，请主动迁就和包容。世界因多样性而美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多样性的一部分。有人可能对我们的某些行为或者观点不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而对他们感到不满。在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存在一些小的不同和分歧，但这些小的不同并不值得我们大动肝火。相反，我们应该学会主动迁就和包容。当我们发现自己与他人存在不同的观点或习惯时，不妨试着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尊重他人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这些想法和价值观可能源自他们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等。适当的退让和包容，并不代表我们软弱或妥协，而是显示了我们的成熟和宽容，同时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第三句话，面对分歧，请学会权衡利弊。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分歧时，往往会陷入争吵和冲突之中，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会冷静地权衡利弊。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和诉求，然后客观分析问题，理性思考，评估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在做出决策之前，我们可以尝试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地做出妥协，权衡利弊，选择对自己和他人都能接受的最佳方案。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矛盾，也能够促进双方的成长和进步。第四句话，改变自己远比改变他人容易。我们可能经常会觉得别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不满，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态度。试图改变他人的行为，往往会遭遇到抵抗和困难，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态度，却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我们对同事的工作效率不满意时，我们也许可以试着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既可以通过行动影响他们，也可以减少自己对他们的不满。总结起来，当我们对某人感到不满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不同之处，我们应该尝试改变自己，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人。在人际交往中，面对不满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处理这种不满却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通过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主动迁就和包容他人的不同，以及理性权衡利弊，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挑战，赢得人际交往的胜利。让我们铭记这4句话，用心去实践，相信你我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与他人建立起更加美好的关系。